谁是今年最悲催的人？那一定是曾经的乌克兰喜剧之王泽连斯基。谁能想到，3年前他还只是政治履历一片空白的喜剧演员，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大选中获胜，竟成了乌克兰的总统，而且是以73.17%的得票率碾压性的赢得大选。如此戏谑的结果，让全球媒体与网民大吃一惊，觉得这个国家病得不轻。为什么乌克兰人民相信选他当总统？可能是因为早在国民电视剧《人民公仆》中，他就当过一回总统了。这部剧在乌克兰非常受欢迎，全剧共2季，在我们的豆瓣上评分也高达9.1与9.0，妥妥的神剧。泽连斯基在剧中扮演的是一名中学老师，与万千乌克兰大众一样，低迷的国内经济让他穷困潦倒，只能靠微薄的薪酬与贷款艰难度日。如今37岁的他，仍与父母一起住在苏联时期遗留下的破旧的赫鲁晓夫楼里。除了生活中的不如意，身为历史教师的他，工作中也频受排挤。每当学校组织活动需要人力时，总是从他的历史课上抽调学生。为什么？因为跟其他学科比，历史课一点也不重要啊。这次学校又临时停掉了他的课，抽调学生为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活动搭建投票台。书可忍，事儿不可忍，他终于爆发了。通晓历史与政治的他，对民主选举背后的猫腻再清楚不过了。于是他在同事面前大发雷霆，围绕着总统大选活动痛斥当下的政府腐败与社会弊病。他爆发小宇宙的过程被学生录下，传到了油管，瞬间火遍全国。由于视频中的他畅想了自己当选总统后的种种强硬举措，吃瓜网友们一致表示支持他参与总统大选，并愿意将选票投给他。好事的学生们以众筹的方式帮他募集了竞选资金，被逼上梁山的他只好硬着头皮在中央选举委员会报了名。由于控制乌克兰政局的几大财阀对于自己的傀儡候选人过于自信，破例决定今年不再操纵大选，来一场公平的竞争。事实证明，他们低估了民意，也低估了泽连斯基的存在。在西方，星期五和数字13都代表坏运气，两者重叠更是坏上加坏。而就在13号的星期五早晨，国家总理叩开了泽连斯基的家门，送来一句问候：“Доброе утро, господин президент。”没错，他以超高的支持率在大选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新一任总统。这个结果对总理来说是出乎意料的，而对泽连斯基来说更是一脸懵逼。还没等他回过神，就被总理拉上了总统专属座驾，直奔议会大厦。接着就是体验比肩世界首富的超豪华待遇，名车名表、高档香水任君挑选，护理、SPA 全套服务。而总统的特权还不止停留在物质层面，看上这姑娘了，需要特殊服务吗？不了。就这样，他从一个学校的历史老师变成了一个国家的总统。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泽连斯基的7大姑8大姨得知这个消息，便想从总统大人身上讨点好处，瞬间就打爆了他父母的电话。二老仗着儿子的总统身份信口开河，将乌克兰1半的公职与大学名额都承包了出去。身为总统双亲，他们当然也有了享不尽的便利，一家人再也不用为衣服、家具、食物犯愁了，想要什么直接拿，商家免费赠送。他的外甥女没买到心爱乐队的 CD， 总理干脆将乐队请到了他们家里。平日里趾高气昂的臭脾气邻居，如今变得低声下气，连10几年没被维修过的赫鲁晓夫楼都在1天之内完成了翻修，真是把世态炎凉表现得淋漓尽致。既然民已成炊，男主当即决定要做一个合格的总统。没过几天，就发现了政府内的3大弊病：一、尸位素餐。在前总统的放任下，政府机构臃肿重叠，光是总统宅邸就有近1000名职员，连总统的心理医生都给自己配了个心理医生，可想而知，全国有多少占着职位而不做事的政务人员。2、滥用职权。男主不习惯坐豪华专车，更喜欢坐公交，但其他政府高官就不一样了，财政部长、司法部长、教育部长人手一辆豪车，而且皆有数十辆警车为其开路，这严重阻塞了首都的交通，经常造成公交晚点。有意思的是，这些政要都是赶着去见总统，而总统却被他们害得坐不上公交车。3、贪污腐败。男主向交通部门拨款10亿，用于修缮首都的道路，命令传到下一级就剩5亿了。
了，再下一集只剩1亿了，层层剥削下来，真正负责修路的工人们连1分钱都拿不到，以至于工人大妈都爆了粗口。很多人冲破头皮想当公务员，也正是想着有水可捞。政府开放招聘，广纳贤士，大批应聘者涌入。若逐一面试，必然需要大量时间。副手灵机一动，向众人宣布，若当选后收受金额巨大，就会被判死刑。顷刻间，摩肩接踵的走廊只剩下2个人，其中一个还是因为听力障碍才没走。男主曾说，如果他成为总统，将大力整治贪腐。现在真的坐上了总统的位置，却无从下手，因为他看清了每一位内阁成员都是大贪官，怎么办？全抓起来吗？可光靠他一个人，该如何治理国家？现实中，乌克兰被称为欧洲最腐败的国家，从这些情节来看，可见一斑。作为一部喜剧，《人民公仆》中有许多浪漫主义色彩的笑料。由于泽连斯基曾是历史老师，所以他会想象出不少历史名人，穿越到他们面前指点迷津。当他组建自己的内阁时，罗马君王凯撒来到议会大厅，祝贺他获得了忠诚的队友。毕竟被不忠者刺杀而死的凯撒对此深有体会，他那插满刀刃的后背也证明了这一点。当谈到强硬执法可能引发的暴力冲突时，著名的黑手党大佬，人称八面人的阿尔卡彭坐在了他的办公桌上，对自己的光辉岁月侃侃而谈。画面也从彩色变成了老电影质感的黑白色，对本国政治独到的刻画与出人意料的笑点，使《人民公仆》成为乌克兰人心中不可替代的神剧，屡屡打破收视纪录。可即便如此，身为局外者的我们还是不太明白，乌克兰人会选择这样一位喜剧演员担任他们的总统。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乌克兰公民对他们的前任总统波罗申科抱有严重的抵触情绪。波罗申科领导的政府腐败横行，罪恶滋生，国内经济一蹶不振，还在任期中失去了克里米亚地区的控制权。对克赤海峡冲突的糟糕处理，使得3艘乌克兰军舰连同水手至今仍被俄罗斯扣押。在不少乌克兰民众看来，支持毫无政治经验的喜剧演员可能有90%的概率是个灾难，但支持波罗申科却100%是个灾难。因此，泽连斯基的支持率才会远超前总统波罗申科。更何况，演员当总统也有成功案例。2005年，美国在线票选100位伟人，排名第1的是总统里根，而他就是好莱坞演员出身，参演过53部电影。因此，泽连斯基当选也不完全是个意外。重要的是，剧中的男主为乌克兰人民呈现了一个完美的总统形象，这也算是泽连斯基的一个背书。但现实往往比影视剧残忍。3年前，泽连斯基怎么也不会想到，在他的任期内会发生战争。如今，他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了严重威胁。从电视剧中的喜剧演员到现实中的悲剧总统，不管怎样，他也算是一个传奇人物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关注和点赞，下期再见。